有没有这么一台车，你喜欢到一个极致，连它的舒适感、它的隔音那些都不去管了？今天要跟你们讲一个小姐姐，还有很多男人喜欢的一台车 ，Mini Cooper GP Inspired。哇，它每一个换挡的时候，那个推你出去的感觉非常的有 M power 那种感觉啊。哦，它的 Boy Make 再来。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今天要跟你们讲一台 Mini Cooper S JCW GP Inspired。如果你单看这个外观哦，你可能认为它是 GP3，可是它不是 GP3，它的动力差得远了，它也没有那个碳纤维的宽体，它有着 GP3 的套件，GP3 的大尾翼，让它这辆车的回头率极高。那时候我们看到这台车的时候啊，我们就很好奇，这是什么 spec 来的？马来西亚有卖咩？找回资料之后，其实想当年有的，但是资料不多。那它有带多少台进来，我就不太清楚。那如果是 GP3 呢，它是 Mini Cooper 里面的最天花板，在马来西亚只有10辆，当时的价格卖300多千的，好像是啊。GP Inspired 有多少辆呢？那我就不知道了。GP Inspired 是什么定位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JCW， 它有着 GP3 的外观和套件，动力当然不能相比 GP3 啊。GP3 300多匹，这辆车230多匹啊。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台 Mini Cooper GP Inspired，Let's go。 Mini Cooper 的 GP3， 它是一个真正的高性能的限量版，而 GP Inspired 呢，它就是 JCW 长得很像 GP 的特别版。它其实它相差也是非常的大啦。它是搭载着跟 JCW 一样的2.0公升的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双涡流，代号为 B48，231 PS， 380个牛顿米的扭力，8速的 iSyn 的自动变速箱。然后前驱啊 ，GP Inspired 呢就有 GP 的超大尾翼，GP Inspired 的敞灰 ，GP 的前 bumper， 最重要它的钥匙也是写着 GP 的。 GP3 更加大马力，306 HP， 更加激进的调教，更轻量化。后座呢都直接拆掉了，它的专属的悬挂调教，刹车空力学。简单来说，这台 GP Inspired 它动力就没有 GP 那么猛之外，底盘也不是 GP3 的专属调教，有后座也没有真正 GP3 的那种轻量化哈。It looks like GP3, but it doesn't， 就好像 FL1 哦换 FL5 一样的那个 bumper 哦。 简单来看一下这辆车的这个外观跟内饰啦，因为它基本上呢就是跟 JCW 差不多。这辆车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它的 GP 的尾翼哦，这个角度看上去是不是有一点空气力学的那种感觉？英国标志的车尾灯后面还有一个 GP 的厂徽啊。这辆车有搭载着电动尾门啊，我觉得是前车主去换的啦。这样小辆车需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了哈。然后后备箱空间就是这么大，如果你一家4口想要载行李箱大的，我觉得没有办法放得下。一个20寸已经是占了这个空间非常的大了哈，你要把2个椅背做倾倒也是没有问题啦。
而这辆车的这个排气管呢，前车主也是选配了一个来自于 Mini Pro JCW 的排气管啊，所以它是有 Valvetronic 的，这个遥控器也是非常的好看哦，你看到吗 ？John Cooper Works JCW， 然后它是有一个按钮，按2下啊，是不是觉得好像很特别呢？有开跟没有开的声音是差别非常的大，开了之后凶，关了之后舒适啊，所以车主就把它塞在这边 cup holder。悬挂设置呢，前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在 Mini 上面已经是非常足够，它的悬挂调教呢比一般的车还是偏硬的。如果你说舒适感啊 ，FL5 还比它舒适，你相信吗 ？Mini 呢一上到去什么都是硬就对了。轮圈呢原装的车主还有保留着，我觉得是原装很好看啊。但是前任车主呢就屁股痒，放上了18寸的 BBS 的轮圈，轮胎呢也把它升级到 PS5， 尺寸为2540R18寸，然后前后的一样尺寸啊。你看到 JCW 的刹车卡钳嘛，它是4活塞的，原装的刹车盘，原装的设定大概是2根手指的高度左右而已啦。后面也是有个单活塞刹车卡钳，碳纤维，我觉得这个角度看下去哦，有没有像鱼的嘴巴一样啊？对吧？很好看，非常有标志性的 Mini 的头灯，圆圆的日行灯，它也是一个方向灯啊。Mini 通常打开引擎盖哦，很好看的，有没有2个洞的？这辆车的引擎代号为 B48，依据2.0公升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它拥有着双涡流，我们所谓的 Twin Scroll， 也表示着它的这个涡轮迟缓的现象就少了很多。搭载着一个 iSyn 的8速的变速箱，没有错，你没有听错，它不是 ZF， 改了一个 Eventually 的 Intake、FTP Charge Pipe、FI 的 Down Pipe、Wagner 的 Intercooler、JCW Mini Pro， 这辆车也放了 JB4 的 Tune。至于马力多少呢？看一下这个图，你看它的电箱竟然是躲在这个格子里面，它跟这个引擎隔开，就热气就很难进到去，是吗？很有意思一下哦。这个引擎盖呢就是 Aluminium 的啦，所以非常的轻。而且关起来声音特好听哈！打开门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哇哦，这张座椅呢非常好看哦，有 GP 的 logo。如果要往后面去的话，这里有一个手把拉一拉，你可以往后面走了。我试一下啊，进去要有点技巧，要用后腿先进。哦，前面也停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头部空间2个手指，然后我的脚是没有空间。可是好在这个座椅呢，它里面这里是有凹进去的，所以我的脚还有位放一些。座椅往前推就好坐一点啦。但是如果你要前面舒适的话，后面就真的是没有舒适感了。还有一个全景天窗，但是它是2段式的，后面有它的遮阳帘，前面也是有它遮阳帘，后面还有2个喇叭，这个应该是 subwoofer 来的，还有一个置杯架，这边有一个置杯架。我真的再大人没有办法了，再父母更加没有办法。哎呦，下车真的要有技巧。这2张座椅都是手动调节的，然后还有可以扩展这个大腿支撑，拉杆也非常特别。这个是调椅背倾斜角度，这个调座椅的高低，然后这里拉一拉就是它的前后哈。Mini 呢都是风琴式踏板的，可是所有的元素哦，除了圆还是圆。当然它的脚垫原装也是有 GP 的 logo 的。晚上开灯的时候啊，它内饰的这个气氛灯也给到位，小姐姐也特喜欢。重点就是在这个舱机啊，它晚上啊调冷气的时候呢，它也是有一点动画，调整这个驾驶模式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变灯，连气氛灯也是跟着一起啦。你看到吗？当你踩刹车哦，start button这边会亮起红灯，所有的按钮啊，就好像在开飞机一样，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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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list ready, Chengze? Yes, Captain Adrian Lim. Tower CCA 101 ready for takeoff. Flaps 10, Chengze. Flaps 10 confirmed. Speed 140 knots, Captain. Rotate. 你认为它是全液晶仪表，其实它不是，这边是 analog 来的，它有指针的哈，所以如果阳光从这一个地方照下去，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对吧？给来玩 start 一下。抬头显示器会升起来，还可以看转速表，虽然还没有数字显示啦。这个仪表呢，你要看多东西是没有啦哈，它基本上就是下面这一边平间油耗啊、瞬间油耗啦，还有这个温度，都是通过这个 Signal 这边有一个 BC 按钮按一下，还有自动远光灯按2下 ，Track Mode。现在是 Sport Mode 啦。循迹系统关闭 ，Auto Start Stop， 它是双区的恒温空调，然后还有就是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全部都有在了哈。除了 Touchscreen， 还有就是这个像 iDrive 一样的一模一样东西，界面就不像 BMW 了。很 mini 啊，全部圆圆的，看到吗？宝马都有的东西它也是有啦，就对了啦。当然我们最重要就是 Apple CarPlay 啦哈，这个就是一些安全的东西哈，比如说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啦，自动刹车啊。车主也改了旁边，虽然它不是 Touchscreen 的，但是它可以看一些转速表啦、水温、油温啊，还有电池啊，还有油量啊。副驾驶可以看得到 Boost Meter， 还有就是开灯、关灯，这个是调内饰的气氛灯吧，这个是开天窗，这些 SOS button。
这辆车有搭载着 Harman Kardon 的喇叭，我们来聽一下這個音響，好吧？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哎呦，那個音響。誰能預計後果？誰沒有一些舊恨心魔？一點點無心錯。音響很不錯啦，不需要多說了哈。Harman Kardon 嘛，方向盤呢是可以調整上下前後的 meter 也跟着調的哈。然後還有就是非常有標誌性的 Mini GP 換擋撥片，而且是鐵的。哦喲 ，solid 的。OK， 那我們就正式出發。Mini 啊，之前在我這個頻道哈都是駕過 JCW 啦哈，然後而且兩款 JCW 都是改的蠻多的，尤其是那個避震器啊，也不是原裝的。難得這一次啊，終於有機會試駕原裝的避震器，因為經常哦，之前都聽過，哎 ，Mini 很硬啊，哎，對的，如果你相對啊這個原裝的寶馬來說哦，的確它的懸掛是比較偏硬的哈。如果是女人駕，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點那個嫌棄哈。再加上它的方向盤的回饋哦是非常直接，如果你喜歡開 Go Kart 或者像以前開那種 hydraulic 的方向盤啊，液壓助力那種的感覺的話哦，你會很喜歡這個。但是偏重啊，就是偏重就是比較費勁一點。如果是女人來開的話，這樣整體的駕駛感受是非常的原始的這個方向盤哈。然後這個避震器啦，是真的是偏硬，但是對於我們這些有改裝的人來說，它還是偏舒適的啊，蠻不錯。操控性也很好，而我覺得在面對這些磕磕洞洞的時候的馬路哦，呀，它會有一點點那種，哎呀，跳動啊，來了，那個路感就來了哦。可是哦，它就是那種起伏的話，就跳那一下就算了 ，OK， 它就不會有多餘到浮動啊。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硬派，不忘了舒適哦。而這輛車呢，因為前車主他也是有標配這個 JCW 的。Mini Pro 的這個什麼 exhaust 啊，所以呢，現在是關着的時候是非常安靜的，所以每一次 start 車哦，它都會關掉，然後你必須要按2下，然後你必須要拿出來按2下，終於開了，它給你情緒價值吧，對吧？雖然 B48出來的聲音，我認為不是很好聽。因為它畢竟還是一個4缸嘛，對嗎？可是它至少會有那種聲浪哈，不是模擬的那種，是真的聲浪，而且加上這個是有檔位的，有換擋的那種聲音的，所以難免都是還是會給你到那種感覺，非常的棒的感覺。OK， 那說到 Mini 哦，比起寶馬哦，以前我個人認為哦，哎呀，買 Mini 不如買寶馬啦，我還是選寶馬比較多，可是我長到這個年齡哦，3張了 ，3 Series 了。有時候我看車的時候，我就好像覺得開特別的車的回頭率比較爽。OK， 我不是說哎，就是要給人家 show off，就是我開的是什麼車。但有時候我們買車哦，一部分的錢除了是給到自己享受啊，還有舒適啊，還有那種情緒價值、駕駛感受。那還有一小部分的投資呢，是在於人家的那個回頭率，還會給到你一種什麼呢？就是爽，對吧？所以開這種車出去啊，無可否認它的回頭率是很高的。雖然它不是真的 GP， 它不是 GP3， 因為 GP3 在馬來西亞的話，新車當年才有10輛進來哦。Record 了多少輛我不曉得啦，可是就很明顯哦。如果你是那個大尾翼的時候看過去，可是這輛車會讓人家懷疑，誒，你有那個 GP 的尾翼，可是你沒有那個 Carbon 的寬體啊，人家會看多幾眼。而且 Mini 啊，不要說這種 GP3 啊，還是 GP Inspire 都好啦，你開任何一個 Mini 出去。哇，人家的回頭率真的是蠻高啊！喂 ，Mini， 這輛車如果是把那個 WAF 關掉的情況下哦，關掉一下，哇，它真的是非常安靜，連我去到高轉的時候啊，你看降檔啊，真的太安靜了，各位，連安靜到我在裡面真的是聽不到，我覺得它的隔音是相當不錯的，在外面會難免少少的聲音啦，可是。我們現在一個人開，我還是把它開着那個，你聽下聲音。各位，我現在在 normal mode 了哈，
而且哦，Mini 的转向哦，真的是非常的精准，而且敏感。我觉得这种原装避震哦，你看啊，都已经是非常敏感。我这个摆动哦，只需要一点点吧，这个车身的这个转向哦，也是很大一下。OK， 我只需要这个弯摆少一个角度就可以了。那之前我加过一次，装了 BCBR 的这个 Mini 呢，我觉得它有的可能它的调的 camber 还有它的toe in toe out 有一点多还是怎样，感觉到那个车很难去操控嘞，就是那么一点点罢了，我摆一点点那个车就晃了，我很难摆直线也是啦，这是那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不好驾。这个原装真的是挺好的，我觉得已经够用了，够用。当然有条件的还是下一个 KW 更加的爽，虽然我没有它的业配，OK。那这辆车耗油吗？我不敢说耗不耗油。这辆车油耗我就不提了哈。平均油耗呢，这辆车可以达到一个 7.5 km/L 左右啊。OK， 然后如果是在城市里面驾驶的话，而且如果是我面对比较多高速的话呢，大概 9.1 km/L。其实如果你不踩它是，的确是蛮standard 啦，标准一下。但是如果你是经常踩它的话，就不同讲法，因为毕竟这辆车还是一个 turbo， 还有 tune 过了，而且 run 97 only， 哇，左眼通哦，亮灯了，剩下 range 大概20 km 左右啊，我就去添油咯。然后我的卡只支持到200块钱嘛，那200块的97呢，大概也就是43L左右。哦哟，如果是加一个车主啊，我会跟他说，你要添95也是可以，如果你不追求马力的话，拿去添95吧。因为97之前是便宜嘛，那会买 Mini 的人呢，他们就是纯粹为了喜欢而买的哈，然后他们也不在乎啊这辆车舒适感啊什么，他们就是因为喜欢而买，他们也不会去嫌弃啦，去投诉啦，这辆车怎样啦哈 ，OK， 为了喜欢而买，纯粹就是哈，所以我有时候啊讲这种车的时候啊，我不需要去讲它多东西的，就讲它特别的，它的驾驶就好了，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买这种车的人哦，就是家里难免的会有很多车啊，再买到第1、2辆车来玩，或第3辆车来玩，等等的，那也不会去在乎，这辆车以后保不保值啊？当然 ，GP Inspired 有它的保值率，因为毕竟在马来西亚哦，也是没有多少辆的。这台车呢，跟宝马也是一样哈，它有2个 Sport， 一个是驾驶模式的 Sport， 我的手指要轻轻往下这边按一下，好像在开飞机这样哦啊，那现在已经需要 Sport 了的哈。还有一点 point and bank 哈，这它的 tune， 然后我变速箱推过去，它也是 sport， 所以它有2种 sport 啊。如果你喜欢驾驶的，不要去到这么 sport 的话，变速箱依然还可以放进 sport 的。sport 了之后呢，当你用这个换挡拨片哦，它还是会跳入这个 fully manual mode。呜呼，爽！情绪价值，最近学到的这一句话，情绪价值。买车真的是 ，OK， 降档。以前哦，第一次开 Mini 的时候，还以为它是一个 ZF 哦，但是那是我的认知，ZF 后驱啊4驱才有嘛。可是这个是 i 信哦，各位，一副 Toyota 的变速箱竟然可以让 BMW tune 到这样，很 ZF。换挡的逻辑，当你听到那个 intake 声音跟它的小的 cracker 声音，给你的感觉就是爽。然后换挡的时候，有时候会给你那种 fart sound 呀。OK， 降档，有没有很爽？OK， 我们来做个0到100的测试。3、2、1 ，Go！哇，它每一个换挡的时候，那个推你出去的感觉非常的有 M power 那种感觉啊，没有想象到，因为之前驾 JCW 好像都没有这种感觉，反而这台它给到你，它每升一档就跟你推进去啊。它的 point and bank 再来，哇哦 ，Bravo！
驾 Mini 哦，很像在驾 Go 看那种感觉，你懂吗？坐姿非常的低，然后我的坐姿呢，就好像在驾 F1 那种类似 F1 的感觉哦，很低的，那个脚要长长的伸进去的，然后啊，整个转向啊就很直接，好像很原始那种，不是电子方向盘那种很原始那种感觉，它感觉就给你这样爽。哦。可是哦，我觉得开这台 Mini 呢，有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就是它不会让你像开宝马3系列啊以上啊，就觉得那辆车太定了，然后你跑快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反而这台车还会给我感觉就是，哎，我有一点在开快的速度哦，有一点刺激感哦。毕竟这辆车的车体型还比较小的话，它的大径呢就小小个这样哦，车小，感觉到整个线上速度啊。都那个速度感就来了，有没有？哦，晚上，呜，呜。So nice. 9气啊，这样踩一下几十块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算了吧，稍微有一点钱的人是不会跟你计较这些东西啊。哎，就那一点点，顶多一个5块钱，就那5块。我就少吃2个秀麦算了吧，就回来了。这辆车的爽哦，在镜头上的你们是应该感觉不出来，哈，真的感觉不出来。你真的是要开过 Mini 之后，哎呦，哇，人马一体那种感觉。哦 ，X5 也要让 Mini 对吧？哎，同一个集团。看有没有 Sport Plus、Sport Display。今天真的是非常爽啊，没有什么车，然后也可以去好好的感受跟这个 Mini 相处的时光啊，对吧？虽然我没有什么话好讲这台车，但是它毕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标志性、非常有情绪价值的，还有它的爽的车啊。虽然它日常生活价可能会比一般的那种可能 CX-30的车不舒服啦，肯定的，座包都比较硬一点，可是它给你那种感觉就是内饰开始到它的外观，还有人家看你的那种眼光，非常的棒。Hello， 你可以让我一下吗 ？Thank you。要避我闪灯一下咯。Damn。好了，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很多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冲上云霄。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冷气了，别色啦，对吧？然后开一下天窗，我觉得开天窗好像又太亮，然后内饰就看不清楚了。OK， 喜欢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喽。哇，它的 point blank 是非常的有浓厚那种感觉，非常有 quality。